巴西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里把自己一艘退役的航空母舰把它击沉。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巴西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里把自己一艘退役的航空母舰把它击沉。那么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自己退役的航空母舰干嘛要把它在大海里边击沉？为什么不去拿到钢铁厂拆钢，或者是当做一个展品来作为展览呢？因为我们说呢，这并不是巴西做的第一个方案的选择，而是说做的后面的选择。因为最初巴西也是想把这艘退役的这个航空母舰呢卖给钢铁厂，让它拆钢来处理，而且呢是和土耳其的一个造船厂或者是钢铁厂呢签的合同。但是呢，我从这个巴西把这样的航空母舰就是拖拽到这个土耳其之后呢，要经过土耳其附近的一个比较狭窄的航道。那么土耳其就说，你这艘退役的航空母舰已经没有自己的动力了，也就是说不能靠人来很好的操控这艘航空母舰，随时可能都有就是翻船或者是这个进水沉没的这种危险。说你万一要是在我土耳其的周边海域一沉没，你这个航母是非常老旧的航母，因为它是60年代法国建造的福煦号这样的航空母舰，它使用的是锅炉，锅炉呢有大量的石棉作为保温的材料，一个是要把这个锅炉舱和其他的舱室要隔热，还一个呢，你锅炉自身也要进行隔热。那这样的话呢，说你万一船翻了或者船沉没了，你这些石棉是有污染环境的危险的，因为你是要跟海水接触那一泡，那你这个石棉整个要把海域给污染了，所以你别靠过来，我不能允许你这样的退役的航空母舰从我这个航道里边走。那这样的话呢，那现在巴西海军就很难办，说那怎么办呢？说是在附近的海域沉没呢，又怕污染了就是巴西自己的环境。那现在就是选了一个地点，就是干脆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内，因为200海里它要换算成公里是360公里，它准备在自己这个专属经济区360公里以内，它大约是选了一个距离海岸线350公里，那还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内，水深呢也有几千米的一个地方，准备把它给打沉。为什么要把它打沉呢？因为你现在这个船如果让自己随波逐流的去飘，你不知道它会在哪里沉没，所以呢这个地点不确定。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像当年美国那样把航空母舰上装大量的这些探测的设备，你可以检验，就是你用航弹、用导弹或者用鱼雷攻击它，要打多少发，打完之后它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那么在什么样的烈度下它会沉没，可以得到很多的就是武器装备的这些相关的数据。这样的话，你在将来建造舰船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这个舰船就是交战的时候，可能能够承受多大的打击力就有了相关的这个真实可靠的数据。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即使是沉没了，因为它的水深呢是几千米离自己的海岸线呢又比较远，几百公里，所以呢这个即使有污染也不会污染到就是巴西的自己的这个周边。那么我们看呢，现在呢巴西做出了这样一种选择，就是既然不能够拆钢，那就把它击沉，得到一些数据，而且是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里边，那别的国家呢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那目前呢世界各国就是退役的航空母舰呢主要有4种方式来进行处置。第一种呢就是卖二手的航母，新的航母自己造好了，用了一些年不想要了，那就卖掉。比如说像俄罗斯把自己的戈尔什科夫号、元帅号这样的航空母舰用完了之后卖给印度或者造了一半不愿意造了，就是给了印度，印度改成维克拉玛蒂亚号。你像现在巴西淘汰的这个航空母舰也是原来法国建造的福煦号。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把它击沉，像美国就是把美国号航空母舰就击沉，然后来测试一下它的这个强度。还有呢就是把它拆钢铁，像英国把它的皇家方舟号还有无敌号这样的小型航母都给拆钢了。
再有呢，就是把它作为展品啊，比如说我们国家也买过，就是像在天津啊，它那个海边上就有一个基辅号的直升机航母啊，就作为大家来进行参观学习，航空母舰什么样啊？这个有什么用处啊？你看看真实的航母是什么样的啊，就可以增长知识吧。所以呢，目前世界各国呢在处理退役的航空母舰上，主要是采取这4种方法。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